好，欢迎回到国际现场。我们大家还是很关心在国际上面的议题，也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哦。好，美中之间现在是不是也进入到科技大战了呢？我们先看到这个讯息，也就是外媒传出说中国测试首款 DUV 的光刻机哦。好，说这中国大陆科技股是暴涨，那百度15%的涨幅是在今年最高的。好，这是《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所说哦，说中国大陆中芯国际哦正在测试首款中国大陆国产的先进晶片光刻机哦。好，我们看到这中国大陆的科技股就暴涨嘛。好，那京东、阿里跟腾讯也都开出了红盘，百度则是大涨超过15%，创下这一年单日最高的涨幅记录。好，那我们知道川普现在跟这个习近平也在谈 TikTok 哦，所以川普已经4度的延长 TikTok 的宽限期。那在礼拜五的时候要跟习近平通电话来讨论呐，所以有这个延长的时间到12月16号。好，中国大陆外交部这边则是说，这个两方的领导人在19号要通话，强调目前没有资讯可以提供哦，所以还是保密到家。那这川习会是不是进入到最后安排了呢？外媒是说，这川普要到北京跟上海，那中方这边可能就会买500架的波音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波音还没有磋商好，所以目前还在保留当中。但是对抗川普专业户这美中第4轮的贸易谈判，现在纽时说，中国大陆其实有3个招数可以不低头。第一个就是试图对其他地区的出口量来提升，还有试图压制国内的经济弱点，然后再来就是找到施力点。所以《纽约时报》呢都认为说，北京现在传递了清楚的讯息，也就是他们手中握有大量的筹码，近期会透过抵制美国的黄豆来施展拳脚。好，那我们也看到是美中的关系之外，现在印度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微妙。最近呢，这印度哦跟这个川普，也就是川普自己在社群上面说，那莫迪是我的好朋友啊，是我的好朋友哦，好，希望能缓和印度跟美国两国的紧张吗？川普说，我刚刚跟我的朋友，也就是总理莫迪进行了一通美好的电话，而且跟莫迪说，祝你75岁生日快乐，感谢莫迪对结束俄罗斯还有乌克兰战争的支持。那美国媒体则是认为说，现在印度反美的情绪蛮高涨的哦，所以这美印的关系破镜难重圆呐。那虽然川普一直释出跟莫迪和解的讯号，但是问题就在美国这种背叛的行为学者认为会长时间的留在印度人们的记忆里头。好，所以呢，你看到另外一个美国媒体也是认为这个印度人对美国的负面情绪是加速蔓延。那这是美国的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报告说，美国社群媒体 X 上面8月反印度的贴文数量其实比7月激增了5倍之高哦。那对印度裔美国人的歧视言论更是不断的升级。那美国官员对印度批评跟贬损的言论加剧了仇恨的氛围。好，这不是好事哦，因为美国跟印度如果持续是这样，恐怕接下来合作上面也会有问题。那美国也很担心什么呢？也就是中俄联手。我们看到这个俄白也就白俄罗斯的军演看到了美国的军官这照片也出来了好，那这个美国军官不只是出席旁听，甚至还跟白俄罗斯的防长维克多赫列宁握手。那这在一定程度上面就被视为说，美国跟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有升温的征兆。好，那相对于呢，在这一次俄白的军演里头也发现了65名的印军人员哦。那俄国媒体就说了，印度这个举动在回应美国，回应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你对我的关税很高嘛，所以我现在要有点在搞你弄你哦。所以这个美国不是以印度为这个进口俄国石油，对它不断的施压吗？所以俄国媒体认为，印度这个举动表明的就是让俄国视为是军事伙伴，而且对美国在进行回应，就是美国自身把印度推向给俄罗斯。好，那印度跟伊朗加入之后，普京有说话，我们来看他讲什么。他说，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就是西部2025的战略演习的最后阶段，总共有10万名军人来参与。那拉脱维亚宣布紧急状态，立陶宛也加强了防务还有呢，跟盟国举行的联合演习，
北约也随即宣布启动了是东翼哨兵的行动，那防范潜在的挑衅。好，所以我们看到川普跟习近平想要会面，不过他们会先通话，就在这礼拜五。好，那现在在中国这边也因为他们有一些晶片的光科技要出现了，这个科技股市应声大涨。我们先问介大使。就是科技的发展哈，只要你有足够的这个资源的投入，你有这个对的人才啊，有相关的基础啊，那个是一定会往前走的，它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啊。那中国大陆因为现在买不到光刻机，所以不管是政府的单位，还有民间的这些公司啊，你可以感觉它都是尽全力在发展自己啊，研制自己的光刻机。那不时都有很多突破的这些声音传出来。而且上海电子它事实上它已经研究很多年了，那本来它就可以做到80几奈米的光刻机，那现在就基础有了往前面48奈米、14奈米这样子往前推而已啊，并不是从零开始，所以你会不时又听到大陆的这个光刻机的这个研发的突破了。那会多快的话，3年5年，不过我认为迟早会突破。而且它不见得一定要生产所谓的这种极紫外光机的 EUV 这样一个最先进的。它如果 DUV 可以出来的话，那以现在中国大陆中芯它在这个所谓的制造芯片的，它用 DUV 它可以做到7奈米，甚至可以做到5奈米的这个晶片啊。所以对于美国一直在做的这些科技封锁产品封锁、芯片产品封锁，我想对中国大陆来讲就已经可以说是突围了。那过去中国大陆尤其是华为受到美方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打压，一个不准他买到任何先进的晶片，第二个也把他从这个 Android 的这个作业平台上把他赶出去。可是事实上的话，华为你可以看出来，他并没有就此就一蹶不振。那他大概经过1500多天吧，他自己的晶片就造出来了，就是709000，那自己设计。大陆自主生产，所以呢，你能够生产出来，反过来就表示你制造晶片的这些重要的设备呢，你也已经有突破了。所以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讲，他这个领先会因为他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怎么讲，各方面的这些压制或者说断供，反而会增快大陆这些方面的自己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自行制造的这一个进程。那现在你可以看出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久了，可能就是1-2年之间，可能中国大陆在很多这些被卡脖子的这些项目上可能就会有很多突破了。好，舰长。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各种的生产无论是从军工或者是一般的产业他们的特点叫做什么？在举国体制之下，就叫做一点突破，然后各行通用。也就是说呢，它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一个量产。那进入量产之后，就打成白菜价。所以现在为什么美国跟其他国家都这么担心中国大陆研究这个光刻机的部分呢？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国家也很有兴趣，那个国家就叫做印度那对于印度来讲印度因为关税的部分，那个川普把它挤向这个中国以及俄罗斯的部分这是川普他的一个True Social 里面讲的。那如果翻译起来，那这当初他贴的就是这么一张照片那他告诉我们的，也在9月5号。也就是我们看到93阅兵之后，他讲说，看来我们已经把印度和俄罗斯输给最深最黑暗的中国了，祝福他们共同拥有繁荣的未来。那这是后面署名川普总统，而且他们绝对不是只有手牵手而已。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普丁他又展开了他的一个在这个坐车里面交谈的部分。上一次他不就是跟川普总统在坐车里交谈1个小时，这一次又是，你觉得他是讲俄文吗？没有，他在讲英文。所以无论是川普或者是莫迪，通通都可以听得很清楚，而且他能够正确的陈述
他的一个政策，这一张图也就是川普总统最担心的事情啊。那而且就是这种担心，我们可以看到，9月9号的时候，中美两国的防长赫格塞斯跟董军开始先行视讯通话。那接下来10月10号的时候，也就是王毅部长跟美国国务卿那个卢比欧通话，这个别的国家都那个发生的话，美国都很喜欢讲，这是2+2，也就是外交部长加国防部长，然后是两国的这种高层来进行对话。那为什么在中国大家就很少讲这件事情呢？因为其实这个里面代表的意义太多了，而且中美双方它在同步的时间点晚一天它才公布，那而且是同时公布，意思是什么？是经过协调而且有共识的。这一个部分就是台湾要仔细想一想的，就是当台湾自己把我们自己变成了在棋盘上面的棋子的时候，随时可能被弃。好，盛峰委员，这4月2号，川普开始所谓的解放日啊，到现在10月5号即将来临的时候，10月2号来临之前，算一算，6个月已经快到了。这6个月最大的特点是，美国主动的发报，可是美国主动的出手之后，现在是美国全部在被动的跑。我最喜欢讲这个，一再的讲，全世界所有人都要到华盛顿去舔他的屁股，只有呢，他必须跟着中国绕着全球跑。这代表什么？还有呢，他的关税决定一言再言，一言再言，一言再言，代表什么？代表你没有能力压服中国，像日本、像韩国、像欧洲一样，叫他们乖乖投降。中国是你压服不了的了。为什么？因为你很多东西被卡着。时间的关系，我们简单讲2个，一个卡住你的选票，就黄豆。这个大豆现在一船也没有买，你看美国那些大豆要放到哪里去？民进党可以多买一点，我们以后就吃豆浆跟豆腐，或者怎么办呢？世界上使用大豆最多的国家就在哪里？现在没有，各界通通是农业州，是川普的选民，压力大不大？你说？再过来，我们再来看稀土，稀土一卡到脖子，在很多的精工产业，在很多的精密产业里，它都被卡住了。它怎么？所以很多人在讲东讲西，你只要看的这个就很清楚。纽约时报还用原则性的，我觉得用的比较单据性的，可以提供给各位做参考。那基本上大概中美这个领袖会不会会谈？这个应该这教授这倒是应该很清楚。要么猝不及防的公布啊，明天；要么就是双方同时公布。可是这一次是美国自己公布的，而且透过媒体公布是说中国大陆邀请他的，你还记得吧？在4月2号起了以后，不是天天在答案没人，答什么？就等中国大陆的电话嘛。结果他说没有，习近平希望你现在等你就等了，但是等不到。所以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既然你已经公布了我的立场，我不会回应你，我保留一个空间，因为让我们协商好一切再说。没有的话，因为既然我没有说啊，不可奉告啊，所以谁告诉我这9号一定会发生呢？不一定啊。那同样的道理呢，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印度这个事情，印度被美国搞成这个样子，是美国搞来的。美国的印太战略没有印度，怎么叫印太战略呢？那照道理讲，应该印度要好好的捧着嘛。印度也认为，对啊，我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地缘位置在，你也应该好好捧我。结果印度大概这几年被羞辱的最严重的，大概就这一次。而莫迪呢，也一直以为他可以斩住这个架，可是被羞辱，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你所想羞人，最后都变成了朋友嘛。所以美国最不喜欢看到的中印俄拉在一起，不管是不是以后中印的关系会有多大的改变，最起码目前可看到的未来，它是不会恶化的。而这个不会恶化，就美国所担心。所以印太没有印度，哪来的印太呢？好，对美国来说，整个战略如果没有了印度，应该也会整个大转变哦。所以不是后来有讲到这个亚太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要来关注到的就是全球为什么？因为这个多地的战火都引爆，为谁呢？其实大家都觉得跟川普都蛮有关系的。好，我们先来看这是川普2度国事访问到英国，结果反川抗议的群众闻风而至所以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画面其实很多人呢是数百名的抗议者他们是聚集在城堡附近的温莎大街，反对川普抵达英国，所以这个抗议声如影随形，遍地开花。好，那我们再看到，我们这次还特别做了我们的这个全球地图看到抗议哪里呢？先看委内瑞拉好了，美国再炸委内瑞拉的毒品船所以他们的总统非常生气说你川普又想搞政权更替那一套吗？好，川普是说啦我们是有证据你只要看到海上到处都是大包的古柯碱跟芬太尼好，他们的总统马杜洛则是认为这是发动军事行动，以毒品为借口，目的是要谋取委内瑞拉的政权更替。好，那再来看到这个委内瑞拉则是说这个川普铁腕扫毒嘛，所以呢，这个哥伦比亚也列入了打击毒品不利的名单所以哥伦比亚这些后花园全部都是有问题的。那再来就是巴拿马这个不止李嘉诚的巴拿马港口，川普现在剑指中国的全球海权版图，潜在的新目标就曝光了就是希望能够削弱中国在全球港口的影响力。那美国白宫则是说支持美国或西方国家收购中国的股权，如贝莱尔收购长江和记在巴拿马运河港口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好，除了它的后花园之外，我们也看到加萨走廊这个以色列的防长是说加萨正化为火海，以军正打击恐怖组织的基础设施，营救人质，并击败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好，但是城中里面还有2/3居民所以很多人认为是不人道的。还有川普也支持以色列入侵加萨，允许使用种族灭绝的行动，这是美国的某官员所透露的，说不会阻止纳坦雅胡的决定。所以加萨人就很可怜正在燃烧当中，以军展开地面战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还支持嘛，然后敦促早点完成所以纳坦雅胡说感谢川普坚定的支持以方对抗哈马斯。至于在亚洲这边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日本这边有这个美军提风助日的情况发生那在菲律宾也发生了一些状况，也就是中国大陆的海警水炮攻击菲律宾的船，那菲律宾这边的船员则是举白旗的画面也出现了。好，那这个部分呢，则是因为中方跟菲律宾现在在这个区域，也就是南海的部分有一些冲突，所以中国的海警驱离侵闯黄岩岛。菲律宾这边的公务船那就很不开心嘛。那菲律宾的船员还举白旗的画面曝光我们先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海警这个警局的发言人怎么说。他说9月16号，菲律宾的组织有10多余艘的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跟警告，执意非法的入侵中国的黄岩岛领海，所以他们的海警呢就依法对菲律宾的船只实施管制，并予以驱离，所以这件事情就会有冲突。好，那在南海这边有对峙的情况。那中国则是认为说是菲律宾船故意冲撞，但是菲律宾这边说不是事实。好，所以我说嘛，这全球的战略出现之后，这个烽火连天都是因为川普一个人。好，谢谢大使。没有错，就是川普一个人。这个原来一个比较稳定的世界现在看起来到处都是动乱，到处都是杀戮，到处都是怎么讲，为可能接近爆发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场景那其实美国国内也好不了多少。那川普上任以后，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保守跟自由两派现在已经有这种人命的事情都已经出现了然后川普事实上他的这个 ICE 现在最近我一个朋友传给我一个视频他们很奇怪，他们在执勤的时候口上都戴口罩，这个脸上都盖口罩盖起来，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这个通常是歹徒作案的时候他才戴口罩，你执法人员执法为什么要戴口罩？然后他们事实上他们已经侵入到这些一般美国人民的住宅区，
到住宅区呢去干嘛？去抓非法移民。你可能躲在家里面，他可以把你抓出来。所以这在一个所谓我们过去认识的美国来讲的话，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的举措，所以随便举出来都非常的多。那你说委内瑞拉，说实话，他跟美国关系不好，谁都知道。美国想把这个马杜罗拉下来，谁也都知道。那你怎么会想到川普把军队、海军舰都派到他们家门口，然后呢，扬言要去怎么样？要去攻击另外一个主权国家？那所以这个世界现在已经变了啊。那以色列过去他在这个手段残暴，他不会像现在，那是明明白白的在加萨走廊进行种族灭绝，已经6万多人已经死掉了。然后这些人大部分是什么？大部分是老弱妇孺啊，哎，那么这个跟战争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呢，这个造成的这个平民百姓的死亡啊，真的是在2次大战结束以后可能没有这么严重过，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那最近以色列对于加萨走廊要加快攻击，因为他要把这个加萨城把它空出来，他已经发传单了，就说这些人你们赶快给我离开。如果几月几号几点钟你没有离开的话，那子弹就不长眼睛的，那你们就被打死就活该。所以加萨走廊的这些还剩下大概200万这些巴勒斯坦难民真的是生活在炼狱当中啊。那问题就变成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Rubio 前2天到了这个以色列访问，开宗明义有讲，美国对以色列政府是100%的支持。然后呢，那么要商量双方这个如何来合作，所以就变成这个基本上美国这个国家基本上真的是在很多地方你会发觉会有这些动乱，都跟现在川普这个政府有关系的。那本来亚太地区也没有太多的这些利基充足的可能。那你看美国就把这些攻击性武器不是放到菲律宾，就是放到日本，就是要放到韩国。那么现在也会想到台湾，所以呢，我们本来这个地方这个权力是平衡的，那你现在你这个军事权力你把它搞成不平衡了，这是造成双方各方可能冲突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那所以川普 2.0 带来的不只是美国国内的这个一片混乱，也造成世界很多地方的一片混乱。我想任何地区跟国家自己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如果都跟着美国现在的川普政府的步调走的话，那基本上不是被他把你的资源把你抽干就是把你送到战场。那我们台湾现在资源被抽的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的了。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就被美国活生生的从台湾这个土地把它抢走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台海的部分呢，前2天 AIT 突然宣布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那不是替台独那么给他们撑腰打气吗？那台独如果势力起来的话，那对台湾来不是好事，因为中国大陆很可能就会用武力相向，这个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不是有句话说吗？当家不闹事看来川普不是这样想尤其他现在这商人的个性满满都在这个政治氛围里头。申峰委员，这样川普不可信，几乎已经是世界的共认。那美国呢是世界的乱年，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真相。菲律宾跟中国产生了摩擦，中国是用王道的方法，用耐心、用时间、用软的去解决。但是呢，美国跟委内瑞拉有什么冲突我不知道，但是军舰就已经开到人家，然后觉得不对的就可以把它给炸沉。我想这2个国家随着这个世界的安定的基础，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李嘉诚必须要搞清楚，你拥有的港口的买卖不是在商言商，美国已经告诉你很清楚，因为不能让中国在全世界可以在贸易上拥有这么多的交际点。所以你今天你错误的一个作为，而被中国大陆对你采取各种的因应你自己也不要去怪，因为你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维护整个的民族国家的权利上，你只看到了钞票，你没有看到自己的血脉跟 DNA。 最后以色列种族灭绝这个字眼听得都习惯了，
不才是讲新疆种族灭绝吗？啊，那个时候西方各个法相庄严的出来指责中国的新疆种族，而没有任何的证据。而今天加沙走廊就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在世人的眼前，不但种族灭绝，而且种族灭绝的以色列这样说，支持他的美国也这样说，全世界全部晋升。西方啊，西方，你们所光天挂在嘴上的人道啊、价值啊、人权啊，一天到晚要当全世界人权、人道的祖师爷。可是今天你们却是做出了最堕落、最败坏的行为，而更可怕的是，西方一句话也不说。台湾不是要站在民主的产业链上吗？不是要民主的联盟吗？是台湾最大的保障吗？那不晓得台湾面对的加沙这种种族灭绝的被残杀，请问台湾的执政当局有什么看法？台湾的各党各派有什么看法？难道我们也要晋升，然后说我们是世界的民主联盟吗？假如是这样子，没有人会看得起我们。好，我们继续问是舰长。为什么啊？那个美国不断的把他的提风系统放在菲律宾，然后又放在日本，其实他就想要威慑中国大陆，但是有效果吗？一点效果都没有。尤其是这一次93阅兵之后，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所有成长的武器啊，从最低层的我们不讲啊，从中层的开始，也就是从海红旗9开始，它为什么特别的拿出来的是叫做海红旗9呢？因为那个是舰载的装备，也就是我在海上就可以做第一次的一个拦截。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去年在珠海航展展现出来的红旗19，还有这一次我们看到阅兵中的红旗29。那我们讲到红旗19啊，它对应的也就是萨德系统。那如果说是以红旗29，以它的这一个飞弹的长度以及它的直径啊，它的拦截的高度应该比标准3型还要高。标准3型是300公里的射高啊。那而且它比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剑士3型还要来得粗，还要来得长。剑士3型可是2000公里，那个2000公里的射高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中国大陆早就已经为这些提风啊，或者是你美国想要还正在测试中的暗鹰啊，做好了各种准备啊。那至于说啊，我们讲到这个菲律宾在美国的策动之下，它不断的进行各种对于南海的挑衅啊，这个是昨天早上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海警它发布的这些内容啊。那这个内容刚刚主持人已经念过了，我们看这个也就是啊，我们看到这个红圈圈起来的全部通通都是菲律宾的一个海警船，那中间这个比较浅蓝色的这一个也就是黄岩岛。我必须这样讲啊，中国大陆实在是很聪明啊，用了菲律宾当初讲的有关于自然维护的部分啊，来将黄岩岛来设定成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为什么我们又看到这个菲律宾的海警船，它这一张就是完整的，它拿出的白旗啊，那个不是真正的白旗，那应该是把内衣脱下来，然后直接喊救命啊！不要再喷水了，不要再喷水炮了。为什么？因为这条船，这艘海警船的内部啊，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木质的一个装置的，也就是这个水炮的压力直接可以把它喷破，而且玻璃都是破的，下面地板竟然还有巧拼啊！那真是很有趣啊！这菲律宾的造船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呢？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菲律宾现在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也就是当中国海警他已经确定他的一个执法的力度的时候，其实你菲律宾是没有各种的反抗的能力的。大
带你追查事件的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一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关心说我们赖总统哦，不过他最近呢，当然就有下乡来讲他的一些座谈。好，但是呢，最近这个政绩哦说要休养生息，但是大家跨拢没啦。好，我们先看看大家怎么做他的二创影片，讲他的政绩。上任1年多来，给大家做一个施政报告。首先，这个2次大罢免失败，然后抗灾不力，向美国多次进贡军火费，跪舔小日本，羁押柯文哲1年多等等诸多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大家如果要找战犯，就找我。好，满满的讽刺味哦，讲的这个说起来是政绩，但其实通通都是负面的。好，如果莱尔看到的话，一定是蛮生气的哦。好，但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莱尔开车。好，他开车说他的支持率往下掉，而且这里头又有新角色，也就是勇哥。再带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的支持率越来越往下掉？难道是因为我的车速越开越快了吗？没有关系的，校长，你的车技还是很好的啦。国勇，我也这么认为。以前和小英老师学开车，我一直都想挑战他的车技。曾经有一次与他同场竞技，那次我输了，成了一生的阴影。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超越他，开得更快，降得更低。好，勇哥出现了，但是勇哥最近这个炮火也是火力四射，也就是因为在他民进党的这个5清直播当中，好，前一天说什么呢？讲到了光复节，大家知道今年光复节有放假吗？10月25号，好，但是这个没放假没11放假这个民进党的党秘书长这个徐国勇现在点名他说蒋介石是代表同盟国接受台湾。没有什么台湾光复节啦，卖欧北共他说台湾哪有什么光复节中国？好，那他是说1945年蒋介石是代表同盟国接受嘛？他说日本人抛弃台湾时，台湾主权未定，就这么简单。他说那时候台湾人是哪国人呢？他说是日本人。那时候台湾人民都是日本人。好，那这很多人听到，尤其是历史老师听到，应该会要俩拱了吧？我们就把历史翻出来。台湾日据时代是什么时候呢？1895年，大家记得吗？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我们到1945年的时候才回归。好，那当然在这里头有一个皇民化时期，也就是所谓日本的皇民化运动。好，那他也当然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台湾的本地人有一些日本的教育啊等等的，那其实是一个准日本人的待遇这个殖民地的身份，即使在后期，其实台湾仍然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台湾人跟日本内地人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别。那皇民化的目标则是希望把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而非真正平等的给予这个日本内地人完全相同的权利。所以我们当时是日本人吗？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大家知道印度当时也被英国殖民几乎是跟台湾的时间非常相近。那还记得吧？这个印度不合作运动就是由甘地领导的非暴力反抗运动。目的是要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并获得自治。好，所以这样子反观起来，我们会说印度人等于英国人吗？不会这样讲嘛。所以怎么会是台湾人等于日本人呢？好，那徐国勇之前他是政论主持，我们知道这个在友台的全国第一勇。好，现在大家觉得既视感好强回到了民进党中央，变成5清第一勇吗？王宏威说这徐国勇说没有台湾光复节，感觉自己还是一个政论主持人吗？好，那现在呢，这个赖总统看起来把这个徐国勇找回来这战斗力很强，但是真的是加分吗？这个联合报的重磅快评就说了，不甩民意，持续搞政治，这就是最亲民的赖总统吗？你看，像是财划法问题，还甩锅给在野党这民调显示声望再创新低，并不令人意外。好，所以呢，这赖总统到底要不要注意一些这个民生相关4个调整在哪里？我们看到美国关税持续的冲击恶化，
大家知道无薪假的人数飙破到了7334人。那劳动部给的反应，我觉得蛮特别哦。他是说，这个趋势不排除会持续增加。我们知道啊，但问题是你有解决吗？好，那当然，这个无薪假跟台股到底为何创新高？我们看到劳动部说，关税发前文调出，这无奈劳工说，哎，我下个月就要被裁员。所以这个其实现在在台湾是持续在上演。那甚至呢，人均 GDP 我们这个超车韩国，台湾人却没有感觉。小笠原星星不是台湾人嘛但他却点出这个很大原因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感觉到都是半导体产业比较夯啦。好，所以有台湾经济学家这个警告，现在如果我们 GDP 虽然超过韩国，但不能过度乐观，因为川普政府的关税谈判还没有最终敲定所以这传统产业正在举步维艰。好，还没有真正敲定，我们就已经有7000多人是无薪假了，接下来恐怕还会更可怕。好，我们刚刚看到了，就是赖总统被恶创好多影片尤其他的政绩现在变成好负面。我们先问盛峰委员，看到徐国勇的表现就发现赖清德找了他出来咱台湾人讲请鬼跳单温死的。此时候的民进党应该展现出来的是仍然继续瞎掰、嚣张、乱舞、乱供的一个党的秘书长，或是一个能够面对的朝小伟大、能够去统合的秘书长。社会期待的是什么？所以我讲请鬼跳单，拿鬼请鬼拿药单温死的。真的，赖清德，你要是让你的政权要垮，找得垮一点，那你就好好的去找他。而且呢，看到他的讲话，实际上我感受很悲戚不是很愤怒，因为我真的感觉到战争悲剧的序幕正在被这些人加速的开展中。大家都知道，前几天东部战区发布了一个叫做要把军旗插在台湾宝岛上，可是各位还不知道，还第二首歌呢，叫受不了了。什么意思？这只是军歌，唱一唱就算了，忘了，那就是抗美援朝说先有那一首歌，雄赳赳气昂昂，渡过鸭绿江。大家也认为那只是唱唱歌就释然了嘛。我希望那只是唱唱歌，但是徐国勇这样子的讲法，正是在印证了一件事：我就是台独啦，来啦，台独啦，不然你要怎样？真的。请鬼跳单搞了一个徐建勇咱进这的做法是要做鬼免惊无鬼通做要死不怕没有鬼可以当，真的需要这样子吗？徐国勇不要忘了，实讲为什么最后失败收场？因为那是民进党长期以来私下对他的支持的讲法，社会不能接受。今天你的这个讲法，也是民进党过去私下在主张台独的讲，从来没有把它浮上台面上来，所以大家还是隔了一层布，盖了一个被子在算了，这你没说嘛，我就算了。现在既然你把被子给掀开了，既然你敢掀被子了，那请问别人会不会掀开这个被子？这才是我讲的战争悲剧的序幕正在被你们这一群人加速的推动着。我希望我说错了。我希望我的判断是错的，但是你们正在做错的事。对于日据时代，我也要一个提，您的这个里面有一段时间是错了。是皇民化的时期是1937年才开始，然后到了1941年才真正的加速。这个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卢沟桥事变以后开始，然后太平洋战争之后开始加速。那我告诉各位，日本推动皇民化，台湾人是怎么回应的？各位只知道改名改姓，你们不知道的就是那的公妈，就是家里的那个公妈是要拆掉的，是要烧掉的。有些文化要变嘛。最主要是公妈要拆掉然后再拜日本的那个什么，他们的什么天照大帝、地照大帝的，不是我念不出来，是我懒得念。因为作为一个台湾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不管你的信仰是怎么样子，要把家里的祖宗牌位，因为政治原因拿去烧掉啊！这样子还认贼作父，认得下去，我只有佩服你，真是不要脸到极点。就这样子啊，不然我已经找不到任何的字眼了。台湾人真的是这样吗？那我再告诉你，日据时代怎么对于台湾人？台湾人是非国民啊，哪里像是日本人？台湾人读的学校叫做公学校，是公立学校。日本人读的学校叫什么？国民小学，因为他们是国民，台湾人是非国民，你只是我的统治者。日本的国民小学有多漂亮啊？就在新营，以前的台南县政府。好，那最后来告诉大家，黄明化有多成功？那我告诉你，1941年推动的所谓的这一个什么推动这个国语家庭啊，才9000多户的人加入。推了国语家庭的孩子可以去读国民小学的。然后呢，黄明化到了抗战结束的时候，台湾光复的时候才多少人？才17万个家庭，不，这个17000个家庭，才12万人，占了台湾的人口2%。换言之，98%的台湾人很骄傲的说：“我是中华民族，我不是日本人。”徐国勇，请你看一下历史。好，我们接下来问谢大使。那个亏这个徐国勇还是学法律的哈，他的讲法的话，那请问中华民国到底有没有存在台湾？你的主子赖清德今天的位置他是什么？他是哪一国的？台湾国吗？请问台湾国有这个国家吗？有宪法吗？它是帝制还是专制还是什么民主还是独裁？你这个国家是什么国？不存在的国家嘛？对，你今天在那边吃香喝辣，都是靠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在台湾给你在那边啊目猴而冠，哎，这给你在那边大言不惭，你也不是什么民主斗士。中华民国是有思想有信仰的国家，中华民国的核心思想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族就告诉我们就是中华民族，民权讲的是什么？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共和国，我们讲的是民主，要选举的。蒋介石到台湾来，军政、财政所有权都在那，可是他的政权是开放的。他一来台湾就开始选这个乡镇长，到最后啊，这个地方选举，国民党是完全民主的，你们这些民进党是干什么的？上来以后稍有一点权，就把另外一个政党的一个主席啊，就给他完全没有理由的把他怎么样进行政治破坏，在全民的众目睽睽之下，你就这样做，对不对？所以你要先啊，我们台语有一句哈，这个吃果子拜树头啊。你们这些人今天在那边大言不惭，是因为有中华民国，哎，结果你说台湾没有光复，还是在日本统治下，你不要笑死人了吧？日本人，你去问他台湾人是不是日本人，没有一个日本人说你台湾人是日本人的，是你自己往脸上贴光。日本人到现在，你去问台湾人是不是日本人，到现在他都不承认。日本人是非常强的血统主义论的，你血液不是他的。你再告诉他我是日本人，人家根本不接受。像徐国勇这是自己讲这种话，真的是啊，历史搞清楚，更没有法律观念，真的不知道法律书学到哪了，在这边胡说八道。对，你要知道台湾光复的时候，台湾老百姓全省从南到北。都是自行的、自动自发的张灯结彩，在那边庆祝台湾的光复。全台湾老百姓在日本人50年的铁蹄，在这种歧视的统治下，终于感到解放了，可以做自己主人了。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啊！你今天过了这么多年，你讲这种话，你有没有一点历史观念？回去看看书吧，对不对？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啖食糊浆啊，真的被日本人欺压到什么？真的家无存粮，尊严也没有了，祖宗也不给你拜。然后呢，日本人是统治者，台湾人是被统治者，在自己家里变成被统治者。中华民国在台湾，对不对？台湾人是主人，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你这个徐国勇在胡说八道什么啊？
你应该回去跪在你家自己的祖宗牌位面前去忏悔吧。好，我们接下来问舰长。台湾光复节马上就要到了，那政治人物呢就开始胡说八道。那我们来看啊，这个历史啊是有照片可以为证的啊。我们来看这上面的这张照片，这一个背景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在西门町附近的一个中山堂吗？这个不就是吗？那这里写的到底是什么？这里写的是中国战区台湾省的一个受降典礼啊。那怎么会徐国勇说只是代表盟军接受台湾而已呢？这个不是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当初受降的时候，右边这位呢是陈仪上将啊，左边这位是日本皇军的剑山春树中将。那也就是这些照片都在的证明了，其实是台湾光复啊。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说这个国际的相关的一些国际法的部分呢，这个是波茨坦宣言最重要的，在第8条啊。第8条这里写的是什么？他讲的说，开罗宣言的条款将得到执行，日本的主权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4国和他们认定的小岛屿，中间没有台湾。而且按照开罗宣言，其实台湾以及澎湖是要还给中国大陆的，也就是还给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所以这些人不要再胡说八道了，从各种的历史文件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啊。那至于说啊，现在大家都一直在讲说，哎呀，我们的股市很好啊。我们的股市为什么好？因为台积电好。台积电呢，它只要涨了1元1块，那实际上它影响到的加权指数是8.61点，所以它只要涨了20元，当天涨了20元，其实大盘也就要涨到170点。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台湾真的是只有台积电？我再强调一次，台积电的员工只有8万人，当然它有上中下游，可是不是大家都好啊。那我们举一个对应的例子啊，当年大家很喜欢骑脚踏车，无论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巨大，它现在的股价是多少？我们这样讲啊，它2021年4月29号是它最高峰的时候，它的股价是376.5元，今天的股价在100元附近挣扎。那它养活了多少员工？是13365个员工，也就是台积电的1/6的员工。所以我们的这一些传统产业养活了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可是我们的政府眼睛里面只有台积电。那如果有一天台积电真的变成美积电、德积电、日积电的时候，台湾还剩下什么呢？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